把谁守着家人，凭思念洒。看那岁月留下一抹晚霞，青丝变白发。雨与泪下，回忆沙哑，转眼又一夏。笑颜观堂脸颊，模糊妆纱，苍老了年华。那暴雨就快要狠狠地落下。我还在等待着你一个回答。就让那风再大，吹起了牵挂；就让那雨再下，洗尽了繁华。用一生换刹那，我不会再挣扎。如果爱需要代价，我无法接受路沿途多变化。我只怕一错过就咫尺天涯。用信念换约定，我将爱牢牢刻下。是，我是喜欢你。虽然我知道不可能跟你在一起，但是我希望你幸福。你刚才说的话，就当没说过。下个月我会和张燕结婚，婚后我会尽力做个好太太。今天之后，我也不会再见你了。这是我带你姐送给你的。每年的今天，你能会特别的想你。我希望你和你姐能早日相聚。生日快乐！先许愿，再吹蜡烛。你有麻烦啊？哎，弟，不准内门会姐没礼貌，快许愿啊！啊，我张志要在这里许愿，明年过生日，在我身边的2个节都要买蛋糕给我吃，还有，不要在我吹蜡烛之前许愿。大哥，什么事？海叔要你去见他。海叔，嘉哥，海叔，你找我？刚才还给你3天找人，现在不必了。帖子说他查到洪当勇的下落了。是啊，嘉哥，我接到海叔的命令之后，就叫兄弟留意那个姓洪的。哇，他藏得很密，一点线索都没有。但是我不敢怠慢，继续追查。果然让我查到他的下落，我已经叫人看紧他了。现在就等海叔你，还有嘉哥的指示啊。
警察里有暗鬼，信不过，我们自己动手吧。你和铁子负责把姓洪的抓住，然后交给政治部那个姓张的。是海叔。是海叔。嘉哥，铁子哥，什么动静1个小时前来过2个人，他进去后就没出过来了。大炮，还有你，跟我上去抓人。还有你们几个，给我守住前后，不管是谁跑出来，冲上去就抓，懂吗？是。嘉哥，你有什么意见？你那么厉害，只会诺定，我还能有什么意见？嘉哥啊，只是抓一个小小的颠覆分子，何必让你伤脑筋呢？既然这样，这个功劳就给你立吧，我去喝咖啡。谢谢嘉哥。好，马上行动。咖啡一杯。好。不要动！哎，兄弟，有话好好说。住手！住手！都是自己人。小芳，哼，人家说啊，狡兔有三窟，果然是真的。狡兔三窟还是躲不过你的眼睛。我本来以为来的会是政治部的鹰犬，万万也没想到，却是你的手下。我是奉命来抓你，但是你根本不想抓我，要不然我根本不可能走得脱。我不是不想抓你，因为我在挣扎，下不了决定。那你现在决定了吗？没有。你做人一向快人快语，行事干脆利落。没想到为了抓不抓我，让你如此为难。你到底为什么在挣扎？不妨说出来听一听。那天我协助你逃走，就已经被政治部人盯上。我知道，你被逮捕之后还被关了3天，出来的时候身上带着伤。
我想在里面那3天一定不好过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虽然匿藏起来，但这并不代表我对外头的事一无所知。派人盯着我，我不可能对帮助过我的人不闻不问。相信我，这3天我们也在想办法营救你。你担心我会出卖你，所以你不跟我联系。我不得不小心，我不能被抓，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处理。就因为我是流氓，流氓就会出卖朋友，流氓就不能被信任吗？我信任你，我不信任的是张燕。9月19号的逮捕行动是他一手策划的，我是他的首要目标，他却没有抓到我，他肯定不会就此罢休。没错，张燕要我们3天内把你交出去，否则我们小玉堂就会连根拔起，永远都无法立足。这个张燕一当上高官，就学会这种卑鄙无耻的伎俩。我堂主要我把你交出去，我可以不卖那个姓张的账，可是我不能不听我堂主的话。我知道，张燕这招真的很绝，他知道黑道比他的手下更有用。兄弟，这次连累你，真的很抱歉。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做？我当然不希望你把我交出去，但是就算你决定这么做，我也不会怪你。你已经对我仁至义尽，不管你决定怎么做，我还是感激你。我去自首吧。我知道你是个讲义气的汉子，把我交出去虽然不是你的意愿，但是对于你来说，就等于出卖了我。你不愿意这么做，但是你也不可以背叛帮派。一人做事一人当。我去自首。可是你不能被拘捕，你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没错，9月19号的逮捕行动只是一个开端。就在今天，1956年的9月24号，政府宣布吊销中学联的注册。你知道中学联是什么组织吗？中学联就是新加坡华文中学生联合会的简称。政府在向工会里的反对势力进行第1轮的攻击之后，现在迫不及待要展开第2轮的攻击计划，而且这一次是要向手无寸铁的华校中学生下手。工人何罪？学生何罪？我们怎么可以坐以待毙，眼睁睁看着政府对付这些无辜的工人和学生？张燕为什么急于要逮捕我？因为他知道我不可能会坐视不理，我不会让他们为所欲为，我会指挥学生跟工人进行反击。他要来个擒贼先擒王。你去自首，需要领导学生和工人。这个你不用担心，组织会有安排。如果你被抓，他们会对你怎么样？除非我投降，出卖组织，要不然把我关到牢，关到死，或者驱逐出境，永远无法再踏足这块我出生的土地，又或者死得不明不白。你帮我告诉张敏，叫他不必等我了。
等等，我不用把你交出去，你也不用去自首。你想到其他办法？ 1956年9月24日，首席部长林有福吊销全兴华文中学生联合会（简称中学联）的注册。第二天，10所华文中学学生召开会议，呼吁学生在校留宿，准备集中抗议。抗议！抗议政府对付中学联，反对法律华侨生，华侨生不被屈服！抗议！抗议政府对付中学联，反对华侨生，华侨生不会屈服！ 张老师，敏，我很好，勿念。学生们不惧强权，不惧镇压，勇敢地向殖民地傀儡发出怒吼。我们听到了，我保证，学生们绝对不会孤军作战，工友们不会忘记学生们雪中送炭。 同学们，我刚接到消息，工人叔叔们将支持我们的行动，我们不是孤独的。中学联注册，恢复被封禁的华侨团体，恢复中学联注册，恢复被封禁的华侨团体，恢复中学联注册，恢复被封禁的华侨团体，恢复中学联注册，恢复被封禁的华侨团体。 爸，早。妈说你找我。信利那边的房子一直空着，婚后你们就搬去那里住吧。你不让我们和你们一起住吗？你说什么话？你是我们的独生子，哪有不让你们住的？你妈说，你压枝婶婶的身体不好，明慧要照顾她。信利靠近明慧娘家。 省得他跑来跑去，累坏身体啊。那也好，等鸭子婶婶的身体康复了，我们再搬回来。婚礼之前，到庙里给你二叔二婶上炷香，告诉他们，你就要跟石头叔的女儿明慧结婚了。知道了，爸。还有，前2天贤罗来了个高人，我请他推算了嘉儿的命盘。 他说：“嘉儿还在人间。你在政府部门任职，跟有关单位打声招呼，叫他们帮忙留意，看有没有嘉儿的下落。”爸，大伯到现在还那么关心我。嘉儿如果还在人间，怎么不回来找我们？兄弟进入的品牌在新马一带，有谁不知道？他想找我们，一点都不难。 我虽然知道机会渺茫，但是我还是抱着一丝希望。我对你二叔一家是有亏的。当初要是我再等多一下子，爸，那时候船夫已经决定开船，我们再不走就没机会了。你不要自责了。 副驾，少爷，你的下属送来了。这帮不知道天高地厚的颠覆分子，我不用把你交出去，
你也不用去自首。你想到其他办法？你想对付张燕？吴家，你不要莽撞，他是政治部主任，要动他谈何容易？小心自己性命不保。我是个流氓，社会败类，我的命不值一文。就凭这些照片，你就被逮捕？逮捕？为什么逮捕我？煽动学生示威，阻扰警方行动，支持颠覆团体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敏儿，你为什么那么愚蠢？明知道被利用，还甘之如饴。对不起，愚蠢的不是我，而是你们这些手握权力的人。昨天是中学联，今天是新加坡华文小学教师联谊会，全新华校家长联谊会，还有其他几个跟华校有关的团体都被封禁了。你敢说你们这次的行动不是在对付华文教育吗？你以为你们能只手遮天、任意妄为吗？我们对付的是颠覆分子、地下分子。你说的组织只是以华文教育为幌子，他们已经被渗透了。你口口声声颠覆颠覆，这些学生手无寸铁，他们能颠覆什么？他们年轻，充满理想，满腔热情，尤其是华校学生，想要改天换地，当勇是不会放弃利用他们的。实际上，他正隐藏在这些组织和学生背后，发号施令，指挥示威和抗议行动。那有错吗？你们明目张胆地对付老师、学生，安给他们许多莫须有的罪名，却要我们保持静默，任你们为所欲为。你以为我们想这样吗？政府对罢工和罢课行动一再妥协，一再退让，结果下场是什么？政府被视为软弱无能，轻易就屈服于人民群众的力量。我得到的教训是，对付这些别有居心的人，绝不能手软。这只是你的借口罢了。你们真正的目的是要打击反对你们的团体，因为你们害怕失去到手的权利。我不在乎被所有人误解，唯独你，我是如此的在意。我最难过的是你不理解我，最伤心的是你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啊！担心我什么？担心我被你们逮捕驱逐吗？如果不是我，你早就被逮捕了。那真的谢谢主人您格外开恩了。放开我！敏儿，你放开我！你要怎样才知道我对你的心意啊？走开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警方逮捕了中学联主席和一名秘书，教育部开除了2个中学教师，另外有多名教职员受到警告。学生方面有2个男学生和1个女学生被捕。政府方面不会就此罢休的。现在是我们让他们看看我们势力的时候。刘强，10月10号那天号召学生在校园里集合，连夜进行抗议。是。家中联系各行各业的工商联合会，全力支持学生的抗议行动。如果警方展开镇压，不惜流血抵抗，即使牺牲生命，也在所不惜。是。小芳，你要加紧宣传，挑起大家对英国人和那些无耻殖民地傀儡的憎恨和仇视。是。大勇同志，这次的逮捕行动，政治部主任张燕扮演了重要角色。这个人手段强硬，我们要提防他再出阴险招数，就怕他自身难保。
发生什么事啊？我下去看看。唉，轮胎爆了，我去换个轮胎。阿王，阿王，他是大伯的独生子。如果我杀死他，老师早，苏老师。哎，张老师。对了，张老师，你听说了吗？听说什么？听说校长要接到一份名单，是教育部发出来的。哦，教育部要向我们这些老师下手了。那可是迟早的事。不过现在他要大开杀戒的却是学生。学生？没错，名单里头列出142个都是政府要开除的学生。142个，你也被吓了一跳吧？142个学生不是个小数目，可不是吗？我校学生反抗暴政，从不落人后，我们的学生当然也在名单内啊。岂有此理！学生何罪，竟敢开除他们？我就不信他们能只手遮天，为所欲为。张老师说的不错，地下分子开始报复行动了。我刚听新闻广播，说政治部主任张燕在上班途中被枪手腹击，身受重伤。子弹没有伤到要害，所以没有性命危险。大伯和大伯母一定很担心吧？大伯倒是很镇定，听说张燕受伤了，叹了一口气说这是迟早的事。大伯母却很担心，她要大伯劝张燕辞去政治部的职务。外面的人都在说，这是地下分子的反扑，你怎么看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我希望不是，要不然局势只会更加动荡不安。明慧，谁来了？是敏儿，小心点。哥，你来了。你怎样了？好得很。下个月的婚礼一定能如期举行。你别逞强了，身体要紧。婚礼可以延期的。不，这一点小伤，哪阻挡得了我娶美丽的新娘子？真是拿你没办法。你们聊聊吧，我先去忙了。对不起，我那天太冲动了，还好这颗子弹没把我打死，要不然我
我就没机会跟你道歉。你知道是谁下的手吗？对方蒙着脸，看不清真面目。不过，想置我于死地的还会有谁？不就是那些地下颠覆分子？暗杀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之一。你确定是他们吗？你如果有机会遇到当勇，当面问他吧。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当勇现在是本地地下分子的领导，这次刺杀行动非他点头不可。你不能单凭揣测就认定是当勇他们的所为。我没有线人提供线报，只当勇曾向他的干部说过，别顾虑张燕，他自身难保这样的话。当勇知道你是大伯和大伯母的唯一儿子，他绝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。我也希望我的想法是错的。当勇想置我于死地，那是多可怕的事！也许他并不想杀我，只想给我一个警告，所以我才没被打死。事情总有因果，你们一再封禁组织、逮捕、驱逐所谓的颠覆分子，你不觉得太过分了吗？你应该知道，教育部要开除142名华校学生的事吧？我知道你很生气，但是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。杀一儆百还不够，还要杀百儆千警万。敏儿，你冷静一点。冷静？你叫我怎么冷静？先是对付中学联，接下来是共运分子老师，现在连10多岁的孩子你都不放过，连英国人都不干的事，你们这些代理人全都干了。我们至少没动手杀人啊！你知道这是英国人为什么置身事外，不愿插手吗？因为只要这个地方继续动荡下去，我们就离不开他们的保护。想要争取独立，那是痴人说梦话。当勇他们口口声声反殖民主义，实际上他们是殖民主义最大的帮凶。这颗子弹虽然没打死我，但是却把我们争取独立的努力打退了一大步啊！对不起，我忽略你刚动完手术。我先走了。告诉当勇，他想让我知难而退，那是白费心机。我绝对不会当逃兵，更不会被一颗子弹吓倒。敏儿，你是吗？哪不舒服了？你呀，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看你这样子，一脸疲惫相。多少天没睡了？我们都有轮流休息，可是哪里睡得着？学生仍占据校园，和政府的战斗还在进行中，一刻都不能松懈。你不会因为斗争而忘了当我的伴娘吧？放心，这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，我怎么敢忘呢？嗯。吃吧。
怎么了？你的眼神告诉我，你心里有事。我们从小都无所不谈，你心里有事也别想瞒着我。明慧，我心里觉得很不踏实，总觉得很多事都变了，变得我不知所措，变得我无所适从。我不断在心里问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可是我找不到答案。从我爸和娘娘收养我的那天起，我就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。我爸和娘娘当我是他们亲生孩子一样疼爱。我从没想到有一天，幸福的生活会毁在战火中。这场战火，我的家人全没了。幸好有你们一家人收留我。你父母跟我爸和娘娘一样，视我如己出。还有你和当勇，陪我哭，逗我笑，让我重拾对生活的信心。我有时想，我失去了很多，但也得到很多。我希望我拥有的这一切，永远不会再失去。可是，我哥和当勇如今却势成水火，反目成仇。我也感觉和我哥之间渐行渐远。还有现在的政局动荡不安，让人觉得前途茫茫，看不到未来。敏儿，世事无常，不可能尽如人意。但是我们还是要乐观一点，就这样想吧，总有一天，哥和张燕他们两个会渡尽劫波兄弟债，重逢一笑泯恩仇。你和你哥毕竟是一家人，血浓于水，没有什么比亲情更重要。也许你弟弟会平安归来，一家团聚。至于动荡不安的局势，可能就像黎明之前，必将经过最黑暗的时刻；安定之前，也得经过动荡不安的阵痛。就怕到时已是物是人非，事事休。谁的手帕雨中牵挂，不如设法提早给谢谢。一切都正常吧？康复得很快。我可不想当个病恹恹的新郎。明慧，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，我们是最相配的一对。你别这样，这里是医院。明慧，你爱我吗？
你爱我吗？那就好。你也许已经感觉到了，敏儿最近对我很冷漠。如果连你也……那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别想太多了，好好休息。敏慧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我不是要对付你哥，我是真的想帮他。为了你，为了敏儿，为了石头树和压枝圣神，我即使面对千夫所指，也要把他拉回正轨。我相信。谢谢，谢谢你。进来吧。我先出去了。主任，有个姓梁的访客想见你。请进。张主任，祝您早日康复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是来探望张主任您，顺便跟你解释一下。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我给你的期限已到，我派属下去咬人，却空手而回。你既然交不出人来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，回去收拾你的烂摊子。请张主任您再宽容多几天，我一定想尽办法把那姓洪的……你少敷衍我！我哪敢敷衍你呢？说实话，黑道的事没有我办不到的。可是那姓洪的，他不是黑道，他是地下分子。这些人不好惹。张主任，你应该很清楚。你在嘲讽我，说我挨了他们一枪是吗？哦，不敢。我是希望张主任您能高抬贵手，给我这个小帮会留条活路走。这是本堂一点小心意，希望你不要嫌弃。张主任，看来你捞了不少油水啊！就凭你，也想收买我？谁守着家人凭思念洒？看那岁月留下一抹晚霞，青丝变白发。雨雨泪下，回忆沙哑，转眼又一夏。笑颜滚烫脸颊，模糊妆纱，苍老了年华。那暴雨